上将军，恭喜啊！听说你妹夫轩辕大人又高升了，另外甥小轩辕大人也深得圣上重视，真是三喜临门呐！多谢大人，日后我们上家还需要各位大人多多帮衬。客气，来，请，好久不见，进来可好呀？大哥，雪儿，阿珍他们怎么还没到？夫君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，会晚些才到。听说他请了一个一品诰命，如此殊荣，必是为你而起。雪儿，这几年你的良苦用心，终于有了回报。大将军，恭喜！多谢殿下，请上座。不了，本王还有要事在身，不宜久留。诸位尽兴。殿下请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一品镇国将军上萧，拥兵自重，暗聚兵马，妄罪无可恕。朕念旧情，为株连酒，上家即刻满门抄斩。上校，一身忠君为国，岂敢蒙逆？望陛下明察。多说无益，动手！是。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清楚吗？这一定有误会，他绝不会做出如此行径。无凭无据。母亲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天子昏庸正令乖，苍生蒙难泪盈腮。他年我若为清帝，抱骨桃花一处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上将军拥兵10万，这些事分明是不满圣上，意图谋反，这就是你们上家谋逆的铁证。母亲，这是儿子亲手雕的美玉，已经包好了，您给舅舅拿去天礼，就当是孩儿的一点心意。是你，轩辕正是你，这些明明是你给大哥的礼物。这轩辕家竟有如此狼子野心，我竟从未察觉。正儿，我只求你放过你母亲，我愿一命抵一命。不要！不要！轩辕正，他是你的亲人，为什么这几年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因为你无耻的占据了轩辕世家主母之位。害得我们亲生母亲为奴为婢，只能在府中委曲求全。徐管家，是你，怪不得这么多年你一直掌管着财权。原来你就是2个孩子的亲娘，你就是那个卑鄙的外室！外室，如今我才是主母。你想要的一品诰命，也是轩辕灵威我无情。尚兄，要怪就怪你生了2个死胎，是一个不下蛋的母鸡。这些年，我的一双儿女，多谢你照顾。轩辕灵，这些年我替你操持家务，结识人脉。替你散尽家财养大2个外室的孩子，我上学究竟有哪一点对不起你，也有哪一点对不起你们轩辕家？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一个为求子嗣和全村男人私通淫乱的贱人，有什么资格做我轩辕家的主母？若不是为了利用上家的权势，这主母的位置早就该是陆。你干什么？徐管家，徐
管家，徐管家，是你当年设计毁了我。姐，先生。这些年我视你们如己出，呕心沥血将轩辕世家推向权力巅峰，换来的却是满门惨死。若有来世，我定不会重蹈覆辙。姐，这是儿子亲手雕的美玉，我这是重生了？已经包好了，您拿去给舅舅添礼，就当是孩儿的一点心意。上将军拥兵10万，这些事分明是不满圣上，意图谋反，这就是你们上家的铁证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放肆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孩儿不知做错何事，还请母亲明言。做错何事？上朝的年纪不知道自己做错何事，将来如何担得起轩辕家重任？来人，上家法！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平日最疼少爷的呀，这家法严格，少爷怎么受得了啊？而且老爷如果知道了，应该如何交代呀？重来一世，我若还像原来那般唯唯诺诺，凡事以轩辕世家为先，那我何必再活一次？更何况，这东西就是害我上家满门抄斩的罪魁祸首。给我打！住手！老爷的令牌在此，看你们谁敢动手！上辈子你仗着手握财权压我一头，重来一世，我们新仇旧账一起算。徐璐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夫人，老爷命我协助您掌家，我说的话您还是要听3分的。少爷向来孝顺，若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老爷会责罚你我的。好，那让我来告诉你，你做错了什么。真儿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来和大家说说，你究竟做错了什么。母亲，儿子不知。真儿，你以为你在狱上做了什么手脚，我不知晓吗？需要我现在证明给大家看吗？母亲，这块玉也是我收来的，我不知道它里面是不是另有乾坤。哼，根本不知。哼！不要！不知底细的东西，你敢送给你舅舅？你是何居心？尚玄，你不要太猖狂！放肆！母亲，儿子知错，还请母亲责罚。看来他还没有发现这狱中猫腻，估计只是听到什么风声试探我。为今之计，唯有隐忍。儿子打得好，我才是轩辕家的当家主母，怎么管教孩子，轮不到你管家来说三道四。徐管家这么关心真儿，莫不是想当真儿的母亲？还是说，你就是他的亲生母亲？母亲，儿子知错了，甘愿受罚。请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话来羞辱儿子了。儿子虽然是外室所生，
但在我眼里，你早就是我的亲生母亲了。听到了吗，徐管家？我的儿子不需要你来教养。不过，既然徐管家这么关心真儿，不如就由你来代罚吧，不用打太多，20鞭刑足矣。这么多，少爷起码3天都下不了床。徐管家，一切听母亲的。动手！这么轻，徐管家是在挠痒痒吗？如果你下不去手的话，我不介意换个力气大的。不过到时候你可别心疼啊。徐璐、轩辕正，今天不过是一个小教训，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。夫人，这是您的嫁妆清单和府里的账本。您要这些做什么？要想拿捏一个男人，拿住一个府邸，除了得到他的心之外，还有一条捷径。拿捏住他的钱。可是，如今徐管家掌握财权，您又用自己的嫁妆补贴家用多年，如何能拿捏？上辈子他们以为我不懂账本，肆意取用我的嫁妆，甚至将手伸入将军府。殊不知，我只是因为信任一步步放手。这辈子我会100倍、1000倍的让他们都还回来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，正在万寿堂等您。这不，机会来了。跪下！徐管家好大的本事，这就告上状了。放肆！徐管家一心为了真儿，何错之有？而你身为主母，却狠心下这么重的手。真儿做错了事，我自然要罚。母亲教养儿子，何错之有？至于徐管家，一手遮天，连真儿的事情都要管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徐管家才是轩辕世家的当家主母呢。一派胡言！你身为主母，竟跟一个管家争风吃醋，你将真儿置于何地？我看你是昏了头，如此糊涂，我看你根本不配掌家。这掌家之权，不过是当牛做马的虚名。这轩辕世家只有财权，才是真正的实权。好啊，夫君若是要收回我这管家之权，那就把这些年挪用我嫁妆43000两一并还回来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徐管家掌管财政多年，肆意挪用府中银钱，铺张浪费，更是任人唯亲，将铺子里重要职位都安排给亲信。那些人挪用公款，账目作假，流入府里的钱财所剩无几，而府中的开销不变，这些钱自然让我这个当家主母自掏腰包。老爷，我没有，他连账本都看不懂，也好意思在这里栽赃陷害。不仅如此，徐管家还克扣下人月钱，家中奴仆怨声载道。你连账本都看不懂，要我如何信你？我自小识字读书，连将军府的账本我都看得轻而易举。从前我只是不屑去看罢了。这就是证据。一个堂堂4品官员，挪用妻子嫁妆补贴家用，家中大权旁落，任由奴仆作威作福。一个连后院都管理不好的官员，你说朝廷会怎么看？你怎么可能看得懂？我为了府里尽心尽力，夫君却偏信一个下人。既然如此，从今往后家中之事、官场往来，我便不再过问。这掌家之权，我也一并交出。若因此惹恼了上家，轻则不再提起，重则上奏弹劾。我们轩辕世家历经3代才走上京城，绝不能在这里出了岔子。徐管家，
即日起，你将轩辕世家的财权全权返还给夫人管理。我给你的令牌也一并还给他。老爷，我没有。交给他。这些钱给我，也不够补贴府里的开销。我上家的嫁妆已经所剩无几，以后还是徐管家自己掏腰包吧。想来你这些年也贪了不少钱吧？玄儿向来逆来顺受，如今看来倒不如之前好拿捏。但她怀不了孕，只能仰仗我和露露的孩子，想来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以后绝不会再动用你的嫁妆了。以后轩辕家的所有财权，你全权掌握。徐管家，将你贪下的钱全部返还给夫人，去自领20鞭，以后就跟柴房里的婆子们一起工作吧。不过夫人，我怕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，不如让宁儿跟你一起学习管家之事，待她日后嫁人也有个好名声。好啊。母亲，账本我都看过了，没想到咱们轩辕府这么小的门第，一年的开支竟然这么多。若不是母亲帮衬，只怕我们都要喝西北风了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开源节流。你一个闺阁小姐不懂开源，不如替母亲想想该如何节流。家中的饮食、门面装点的维护，还有奴仆的开销，这是府上开销最大的3个地方。对了，母亲，咱们轩辕府粗使婆子共有20余个，这些婆子每日的吃食点心算在每个人头上就是10几文钱，一天就是200多文，那一年就是100两银子。依我看，这些粗使婆子完全可以省掉他们的钱，而且他们身份卑贱，根本不配享有这么好的待遇。如此确实可以节流。宁儿，这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如何？好，母亲，我一定能办好的。哪怕是节流，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。薛元宁还是跟上辈子一样自私恶毒，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言可畏。夫人好不容易拿回财权，咱们的工钱才不会被克扣。这大小姐一学管家，连个瓜子茶水都不给。哎，那瓜子茶水才几个钱，真是不把咱们当人呐。那照这样下去，以后凡是大小姐的吩咐，哼，我反正是不办。宁儿，你怎么能取消每日下午的茶水点心呢？你才刚开始学管家，就这么大动干戈，只会让底下的人记恨你、忤逆你。行了，只不过是一群奴才而已，母亲都说没问题了，你连财权都握不住，能懂什么啊？我才是你的亲娘，她一个养母能有什么真心啊？她这辈子不能生了，只能依靠我和哥哥，就算不是真心又能怎么样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，别让人看见了。上玄越来越脱离掌控了，如今我连财权都被抢走了，以后还怎么护这2个孩子？不行，我得找老爷去。老爷，上玄最近疯狂夺走掌家权，这样下去，只怕会脱离我们的掌控的。您要不要考虑换一个主母？胡闹！上玄是1品将军府的嫡女，对我们只有益处，没有坏处。好了，她又怀不了孕，等以后她的嫁妆和财权还不都是我们儿子的？我伏低做小这么多年，却只能当奴才，藏在你身边。如今上玄夺了财权，还得到你和孩子的信赖，照这样下去，哪儿还有我的容身之地？
夫人，这5000两黄金是归还给您的嫁妆。这些日子，奴婢和婆子们同吃同睡，受尽苦头。奴婢明白，您才是轩辕家真正的掌权人。之前是奴婢愚钝犯错，今日特奉上大礼，求夫人原谅。徐管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拿这种东西来羞辱我！夫人息怒，奴婢绝无羞辱之意。少爷他再好，那也不是您的亲生骨肉。要是您能有个自己的亲生孩子，那这轩辕家必定无人再敢轻视您的身份。说来听听。奴婢听说北山上有个神秘的部落，即使难以生育的女子，只要喝上几口他们的山泉水，就能怀上自己的亲生骨肉。说不定夫人夭折的孩子能够重新投胎回来。你们在山上给我下药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傅爷既然想求子，我们部落的男人自然要为傅爷效劳啊！各位，开始吧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徐管家，徐管家，徐管家！徐璐，上辈子你就是用这个让我身败名裂，这辈子我要让你自食恶果。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夫人。哎，夫人，求你收回大小姐的管家之权啊！大小姐连水都不让我们喝，到底是万事所生。为了省几个钱，搓磨我们这些下人。我是为了节省府里的开支，怎么就成搓磨你们了？好了，轩辕宁是记在我名下，堂堂正正的嫡出大小姐。以后再让我听到这些话，就通通发卖出去。不过，宁儿初学管家，会有些地方不够周到。这样，以后每个人月钱涨50万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谢谢母亲替我解围。任何规矩推行都会受到阻力，你只管放心去做，有母亲帮你善后。嗯。哎，我的荷包呢？肯定是落在母亲那儿了。夫人，等去了那部落，您就能求得自己的孩子，就再也不用替大小姐善后了。求子？若是母亲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怎么还会像今天这样帮我？到时候我就是下人口中真正的庶女，又如何能嫁个好人家？大哥已经商好和父亲上朝去了，来不及通知了。不行，我必须想办法阻止母亲。哎呦，夫爷，来，夫爷！哎呀，小喜！哎呀，夫爷，大家我们寒舍呀！来，这边，欢迎夫人大驾光临。这便是我们的神使，多少不孕不育的女子来到我们这儿跪拜，诚心祈祷，回去就怀上了，喝我们这泉水。还有这么神奇的事儿？那我可得好好试试，早日有自己的孩子。夫人，您真是菩萨心肠，这神使必定会保佑您。夫人，你就试试。尚玄，一个下不了蛋的贱货，还敢针对我！今天我就毁了你的一切。夫爷，这就是山泉水，喝下去。
夫人，你怎么了，夫人？夫人，上！族长，务必让全村男人都来，好好的帮我们主母怀上孩子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放心，一切有俺。大事不好了，夫人，她出事了，就是这里。夫人一心求子，竟听信了这部落族长的谎话，为了怀孕，竟不知廉耻的和这族人淫乱，而这个贱婢还想着瞒天过海。老爷，不是这样的，夫人绝无此意啊！徐管家你是知道的，夫人是为了帮大家祈福啊！贱婢，祈福用得着一个人出现在这儿吗？进去看看。老爷，哎，站住！里面的贵人正在求子，外人不得进入，这是我们部落的规矩。放肆！里面的人是我母亲，何谈外人？我们家男人都进去好久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对呀，我们要找丈夫，全村的男人伺候一个贵人妇，我们做妻子的还不乐意。老爷，我都说他心思不正，脱离掌控了，为了怀孕，不惜给老爷您戴绿帽子，竟不知廉耻，和整个村的男人苟且。这要是传出去了，老爷还怎么为官做人啊？徐管家，你这个骗子，明明是你！贱婢，谁不知道你和夫人一条心，跟看门狗一样护着你家主子。现在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尚玄就是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还不把门开开！母亲不要脸面，我们轩辕家还要脸面呢。老爷、少爷，夫人怎么可能背着你们干出这种事？你们一个是他的夫君，一个是他的儿子，难道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把门打开！别挣扎了，就让大家看看尚玄淫乱下贱的样子吧。徐管家，难道以为真的赢了？等等！宁儿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这只污秽不堪！这是咋的了？谁把你们绑起来的？贵人呢？人呢？说，把我母亲藏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刚就在这儿呢。宁儿，是不是尚玄？是不是他害了你？我不知道。尚玄，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到底对宁儿做了什么？夫人根本就不在这里，徐管家分明是栽赃。贱婢，分明是你故意拖延时间，趁机让他躲了起来。快说，你把他藏哪儿了？你既然不说，就杀了。住手！你们这是在找我吗？好大的阵仗！尚玄，你到底躲哪里去了？你为了生子的私欲，差点害了宁儿，差点害死所有人。我的私欲，自从多年前我大抽血失去孩子后，便再也未和夫君同房过。我要是真的想要孩子的话，又怎会不尝试？我如今膝下有阿征和宁儿，已经心满意足。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抓住这些骗子，揭穿你徐禄卑鄙的阴谋。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蠢货！那天我给你的信根本不是我手写的，你别想拿这些假证据糊弄我，我根本就没写过这东西。各位大人，你们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的字，我分明是找人代写的。我根本就没有写过这些东西，老爷，这都是他伪造的，我根本没有写。我要毁掉轩辕家所有的人，风风光光的河里
求你助我一臂之力。快起来！轩儿何出此言？如今轩辕家在朝廷上势头正好，谁敢欺负你？大逆不道啊！这是轩辕征送你的寿礼，你之前的寿宴，他也送过同样的几块玉。这轩辕家狼肆野心，处心积虑数年，我竟毫无察觉。他们趁我对其未曾防备，竟早早谋下这惊天大局，就为了让我上家彻底覆灭。大哥，如今敌在明，我在暗，我定不会再重蹈覆辙。好，大哥帮你，你想要什么？暗卫和会模仿笔记的谋士，是不是伪造的？大人一看便知。肯定是你们串通一气！我分明看到你被明渊带走，你怎么可能会去报官？我知道了，你们都是假的。许露，你那点小伎俩我早就看穿。你们将迷药浸在水里，人一旦喝下便会中招晕倒。但我没有喝下那些水。喝下去。终于找到了，我要找到母亲，阻止她。她怎么在这儿？他竟然早有准备，是我受透了。夫人，我冤枉，我对您和轩辕世家忠心耿耿，我也是被人给骗了呀。是他骗了我。冤枉！冤枉啊，大爷！是这个毒妇，这个毒妇要我害夫人的，草民无权无势，草民无权无势，也是被逼无奈呀。徐管家，你就别再狡辩了。徐管家，你就别再狡辩了。这些日子，亲眼看到你与族长几人来往密切，你安排的一切我们可都清楚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贱婢，竟敢和外人勾结起来污蔑我！我不过是个小小管家，有什么动机去做这些事呢？若是你觊觎我这主母之位呢？你在轩辕家多年，不甘心只做一个管家，想要取而代之，这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。再这样闹下去，只怕家丑外扬，宁儿也会因此受到影响。够了，徐璐，还不跪下认错！大人，今日之事乃我轩辕家家事，还望大人给我个面子，将这些族人带走，把徐璐留下。夫人，徐璐今日看到了宁儿和外男在一起的画面，事关宁儿清誉，绝不能让她被带走乱说。好一个冠冕堂皇，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外室。有劳大人了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夫人，此事确实是徐璐的错，但他毕竟在轩辕家多年，念在往日情分上，夫人就饶他一命吧。母亲，为了您二位的名声，这事该低调处理。既然侯爷也为他求情，那我就饶他一命吧。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从今日起，徐璐负责清洗府里的公统，好好反省。感谢夫人不杀之恩。留你一命，不过是要你亲眼看着他们前途尽毁。这第一步，便是毁掉轩辕明的婚姻。如今宁儿名声有损，还望夫人在3日后的长公主府宴会上，多替宁儿相看，尽快将她嫁出去。轩辕娘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今日名声尽毁的本该是尚玄。那你呢？我都看到了，是你设计的这一切，是你向母亲献计。你明知道我们是外室子，
们只能依靠他。你看不出来他不怀好意吗？我是想毁了他当上主母，只有我成了主母，才能真正的护着你和真儿，给你们更好的生活。为了我们好，在长公主的宴会上，你一个刷公桶的奴婢，拿什么带我进去？你不过是一只蝼蚁，如何能跟凤鸟相比？上弦的姑姑是后宫的宠妃，她的父亲是一品大将军，只有别人巴结讨好他的份儿，而你呢？我也会想办法进去帮你的，宁儿。上弦她不是你们的亲生母亲，她是要害你们呀！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又怎样？她是要害你们呀！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又怎样？她算计我，差点失了名节，我又何尝没有在算计她？我跟你不一样，要装就要装到胜券在握，我赢的那一刻，我是不会输的。我薛元宁才不会甘心被他踩在脚下，我要踩着他的权势，站在最高处。夫人，此次长公主宴会说是赏花，实则是圣上想为三皇子选妻。这三皇子虽身居高位，深得圣宠，但未婚，还有个不明身份的外世子，绝非良配。你和宁儿此次前去，千万不要接触他，多去接触别家优秀的公子。薛元林，你当年何尝不是未婚带了2个外世子？三皇子将孩子宣告天下，你却隐瞒到你我大婚，直到我生子难产才告知于我。你比三皇子还要卑鄙可笑。夫君莫要担心，像这样无耻、贪色、没有担当的男人，定不会入我的眼。若是那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我何尝不是夫妻恩爱，子孙满堂？轩儿，你也一样，千万不要跟三皇子南宫红有任何接触。南宫红，上辈子我好像从未接触过之人，轩辕林为何这么惧怕？夫君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母亲，宁儿，多听你母亲的话。父亲放心。怎么，老爷这是怜爱了？别忘了他上学新婚之夜。闭嘴！把这件事永远烂在肚子里。我已经帮你很多次了，再胡闹你就滚出轩辕家！我错了，老爷到底什么时候来救我？我不想再刷公桶了。等宁儿攀上高枝，要好好压一压上轩。夫人小心！这人就是三皇子南宫红，为什么我心跳的这么快？臣妇上轩失礼，冲撞了三皇子殿下，还望三皇子恕罪。无妨。多谢殿下。为什么他看起来如此熟悉？母亲，如今女儿名声有下，
一切都听母亲的，还望母亲能帮我选个好夫婿。怕是只有皇家才入得了你的眼。上辈子轩辕宁名声极好，在春宴上第一次见到四皇子，便一见倾心。但一个四品官员想要攀附四皇子，难于登天。于是他设计给四皇子下药，企图生米煮成熟饭。上辈子我阻止了轩辕宁，保住了他的名声，但他却因此记恨于我，踩着我的亲姑姑攀上了皇帝，将1/4的姑姑残害致死。和上辈子一样，你还是对他一见钟情。你以为攀上四皇子这根高枝就能高枕无忧、风光无限了？他很快就会犯下死罪，株连妻女，到时候你也难逃一死。这一世，我可不会再拦着你寻死。母亲，那位是谁？那是圣上最欣赏的儿子，四皇子南宫离。他文采斐然，最善交际，是年轻官员里很有威望的。只可惜皇家门槛太高，不是我们四品门第可以奢求的。母亲，女儿的荷包好像丢了，我去找一下就来。去吧。这辈子我不但不阻拦你和四皇子，我还要送你一程。紫莲，上玄这般身家，若令堂尚在，何愁找不到好夫家？偏要委屈嫁给一个4品小官呢？可不是嘛！如今还要替外室之女相看，两人站在一起，倒像姐妹俩似的。有了他这样的参照，京城的高官谁还敢把女儿嫁给三皇子？此言差矣。三皇子为人坦荡，不欺不瞒，无非是你情我愿的事，总好过那些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的伪君子。嘘。殿下，我脚好疼啊！这么快就勾引上四皇子了？我记得上辈子四皇子就喜欢这种柔弱的绿茶，看来有戏。娘亲，你在玩躲猫猫吗？嘘，我不是你娘亲，你认错了。这一身衣服非富即贵，莫非是哪家的小公子？你和我长得这么像，肯定是我娘亲。为什么我会感觉这么熟悉？娘亲，娘亲，我想死你了，我们一起玩躲猫猫吧。莫非这是三皇子的孩子？童言无忌，千万不能被他发现轩辕宁的事情。我这不是在躲猫猫，我是在悄悄促成一段姻缘。所以说，现在是我们谁都不可以讲话。我知道，姑祖母说要给父亲促成一段姻缘，找到娘亲。现在我们找到你了，我们也要帮助别人。你还小，别胡闹。还有，我真的不是你的娘亲。看招！糟了！娘亲，你别怕，他们两个不会有事的，还能促成他们的一段姻缘呢。小机灵鬼，万一没打中，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我射得很准的，在关外的时候打靶从来没输过。那也不能直接对着人打，很危险的。要是打中了，我们两个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快走吧，一会儿被人发现就完了。该死，该不会是……弟弟，你看，我找到娘亲了。三皇子恕罪，童言无忌，臣妇绝无此意。弟弟，不许欺负娘亲，娘亲是要被保护的。娘亲，快起来！他如今也不过6、7岁，竟然说当年我的孩子能活下来，
手劲也该这么大了吧？起来吧。轩辕夫人真是好手段啊，为了轩辕家真是深谋远虑啊，连个孩子都能当做你的棋子啊。三皇子明鉴，臣妇绝无此意，无意攀附任何人。此事不过是个意外。意外？我看你是意料之中吧。今日是为自己的继女谋得四皇子的妃位，下一步是不是打算做我孩儿的母亲？三皇子慎言。爹爹，姑祖母说了，今天的宴会就是给你找媳妇儿，给我找娘亲的。现在我已经找到了，是自愿帮娘亲的，是我打了叔叔的腿，害他摔倒的。爹爹要罚就罚我吧。真是个傻孩子，这位可是有夫之妇。住口！回去再罚你下跪。三皇子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我愿接受一切惩罚。孩子尚且年幼无知，不懂世事，还请三皇子饶过他。轩辕夫人，你莫不是真要当我儿子的母亲吧？这件事既然月初也有份，我们便脱不了干系。这么算来，我们算是一条船上的人。我会帮你善后，但也请轩辕夫人看清自己的身份。放开我！我要娘亲！对不起，夫人，是我没拦住三皇子，及时通知您。无妨，此番也算因祸得福，有了三皇子托底，这件事就不会牵连到我们。来人呐！四殿下摔倒了。是时候结出成果了。姑母，儿臣绝非故意，儿臣只是被人打爆了马筋，分明是有人陷害。长公主明鉴，民女也是因为意外才摔倒的。当时民女的脚上有伤，根本没有办法站好。你受伤也是故意的吧？民女清清白白，本应和母亲相看好良缘，可如今被四殿下连礼仪都戳破，主母愧愧之下，叫民女如何自处？好个轩辕宁，长公主面前也敢编瞎话。长公主，宁儿虽非我所生，但终究是轩辕世家嫡女。如今名节受损，还望长公主主持公道。轩辕家不过是四品小官，你分明是蓄意攀附。殿下慎言，我当初能从一品高门下嫁这四品门第，如今轩辕家女儿自然也能从四品门第嫁入六品官宦。臣妇若是有心攀附，又怎会是轩辕家的主母？殿下，您若是不分青红皂白执意羞辱，那臣妇定会讨要个说法。灵儿，跪下。侄儿参见姑母。姑母，侄儿去了解了一下现场，确实没有别人的痕迹，只是倒更像是一个意外。哦，红儿以为如何？轩辕宁是嫡女，有将军府和四品官员背书，这何尝不是一段很好的姻缘？如今他二人又意外羁绊，说不定是上天有意撮合。侄儿以为不如顺势促成这段姻缘，封轩辕宁为侧妃，既能保全皇家的体面，又能让四弟好好收收心。南宫红，你还是红儿想的周全。轩辕夫人可还满意？灵儿，此等安排，你可满意？臣女但凭殿下和长公主安排。好了，事已至此，1个月后，你二人成婚。轩辕宁，这辈子
你们还没有感情铺垫就强行在一起，我很好奇这场婚礼能进行到哪一步。徐璐，这轩辕家的主位也是你能做的？母亲何必动怒？徐管家今日受罚，身子不适，母亲宅心仁厚，定然是不会介意的吧。宁儿，这还没嫁出去呢，就摆起了当家做主的谱子了，好生威风。母亲这话说的，这一切不都是母亲给的吗？更何况我能攀附上四皇子，徐管家功不可没。母亲你不知道，我与四皇子肌肤之亲，并非是意外，而是徐管家一手操办的。这种功劳都敢抢，徐璐真是活腻了。徐璐此次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功过相抵。这样，之前的惩罚便罢了。功过相抵，好一个功过相抵！你以为当上四皇子妃，仅凭肌肤之亲便能轻易获得吗？我本想替你寻一个良人，你倒好，自毁前程。四皇子本就中意于我，日后定会助我轩辕府平步青云。母亲是要与皇室为敌，您还是好好想想如何让女儿风光出嫁吧。宁儿说的对，母亲您就别争这份功劳了吧。尚玄，你仗着家世屡次欺压我，如今你二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也该轮到你低头了。徐管家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和哥哥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今日我出嫁敬茶，徐管家理应与母亲同寿。徐管家，这是要做老爷的平妻吗？放肆！区区一个奴才也敢和我相提并论？母亲，这是我一生的大事。我知道您怨恨徐管家曾经的荒唐举动，可是徐管家于我而言是如同奶妈一样的存在，你不能为了一己之私就剥夺女儿感恩的意愿啊！一己之私？我看你是攀上高枝忘了本，现在以为有四皇子给你撑腰，你就看不上我这个主母了吧？夫人，大喜之日，不过是一个作为，何必动怒？传出去让人家笑话。夫君这是想让旁人看看轩辕家是如何宠妻灭妾的吗？胡闹！我何时纳过妾？你莫要颠倒黑白。母亲，徐管家这些年对轩辕家尽心尽力，宁儿只是想在出嫁前尽一份孝心，您何必如此挂怀？好一个孝心！我倒要看看，等下这满堂的红绸变成桑叶的那一刻，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好，我让你做，就是不知道你受不受得起了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自然坐得稳。你，哼！父亲，请用茶。母亲，请用茶。宁儿，你不懂这尊卑有序是轩辕家没教好，但谁才是你的母亲，你总不会不认识了吧？叫奶妈一声母亲，理所应当。你也是我的母亲。母亲，请用茶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！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我不过是失手破了茶，母亲就这样对我，在你眼里，我只配得上6品小官，就该成为你的棋子，名声尽毁吗？你甘心下嫁，我轩辕宁一定要告假！今日
是我最后一次向你敬茶。母亲，您生气也要看场合吧？今儿可是宁儿大婚之日，此痕迹若是被接亲的四皇子看到，您承担得起吗？好了，今日大喜之日，何必闹得如此难堪？宁儿不过是失手，你不也没被泼到吗？大喜？你们以为嫁给四皇子是天大的喜事？皇家水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就怕你们捡了芝麻，丢了西瓜。母亲，这是在诅咒我吗？如今我的身份不同往日，念在你我母女一场，我本不想多言，和你去变本加厉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给我下跪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给我下跪！承认我是最尊贵的四皇子妃，否则我就在我夫君面前狠狠告你一状。夫人，您就下跪吧。上家再厉害，您也是嫁出去的娘，泼出去的水呀。早晚都要行礼的事情，就跪下来吧。母亲，您不要为了一时义气害了舅舅。想让我跪，只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送死！接亲的来了。好戏终于要上演了。奉旨捉拿罪人，闲杂人等一律退开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四皇子妃，你们敢动我？四皇子呢？还见四皇子！四皇子冒充皇家血脉，欺君罔上，罪不可赦。轩辕宁身为其妻，欺君瞒报，斩立决。怎么可能？四皇子怎么可能犯下欺君之罪？你们骗我！各位大人，此事是否有误会？四皇子在朝中向来受圣上器重啊。轩辕大人，圣上的事情也是你能智慧的。放开我！母亲，救我！我不想死！母亲，求您救救宁儿，上家世代功勋，你若向圣上求情，定能饶他一命哦。宁儿方才不是说，若她成了四皇子妃，连我也得向她下跪吗？你们凭什么觉得我会救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啊？母亲，是女儿糊涂，女儿愿你要我嫁给七品小官，愿您纵容徐管家害我差点失了民情，这才会犯下大错。母亲，这些年您养育我的恩情，宁儿是铭记在心的。母亲，只要你肯救我，女儿日后定会对你百依百顺，事事以母亲为重。薛元宁，过去我求你的时候，可曾对我有过半点心软？大人，可否容我与这孝女叙叙旧？四皇子侧妃，你负责处理一下。若是轩辕夫人心软过来求情，便让她亲自带人过来求。是。一炷香。哼。夫人，还好有你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派人去找上将军？夫君何出此言啊？我不过是找点时间给大家叙叙旧罢了，何曾说过我要救人啊？母亲，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，只有你能救我了，母亲。大小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事儿办好了是徐管家的功劳，出事了却让我们夫人承担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徐管家刚才和我平起平坐的镜头去哪儿了？宁儿，你不是感谢他给你制造机会吗？解铃还需系铃人啊！你求徐管家救你啊！
你救救大小姐。母亲，我懂了，是徐管家惹恼了你，对不对？只要毁了这张脸，你一定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轩辕娘疯了，她可是……我没疯，哥，我是想活着。徐管家，您不是待我如亲生女儿吗？您不是为了我可以什么都做吗？娘儿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，除了我这张脸，这是我攀上轩辕灵唯一的倚仗。若不是这张脸，轩辕灵怎么可能一直痴迷于我？你骗我！你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去死吗？徐管家，这些年轩辕世家待你不薄，如今到你报恩的时候。徐管家，为了宁儿的性命，你就忍一忍吧。徐璐，你上辈子获得一切，不过是因为从未触碰到真正的利益。如今大难临头各自飞，他们自然会选择舍弃你。徐管家，是你促成我的姻缘，是你害了我。只要毁了你这张脸，母亲一定会救我，而你也补偿我了，不是吗？我不要！别怪我。母亲，您看，我已经毁了她的脸，你消气了吗？可以救救女儿了吗？你们不能杀我！母亲是将军府大小姐，我舅舅会救我的。你说是不是，母亲？走吧，宁儿。夫人。轩辕夫人，你可知违抗圣意？大人误会了，上家世代忠君，皇上的意思就是上家的意思。上弦谨遵圣旨，还请大人赐一杯毒酒，给我们宁儿一个体面。带走。你骗我！这个毒妇，下就想害死我是不是？恨我抢了你的风头，害我成了死皇死妃，不得好死！上弦，你出尔反尔！母亲，宁儿好歹是你女儿，你怎么如此狠心？夫人，你要毁了我们轩辕世家吗？我毁了轩辕世家，是轩辕宁差点毁了轩辕世家，我是在救轩辕家。南宫离冒充皇室血脉，等于生母给圣上戴了绿帽子，这等丑如何能求情？再者，就算圣上看在上家的面子网开一面，但轩辕宁嫁给南宫离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京城高门还有谁敢娶她？若救了妹妹，只怕会影响我和父亲的仕途。但若宁儿死了，圣上反倒会因此怜惜我们，给予我们轩辕家更多的好处。宁儿，爹对不起你，这是你的命。你们好狠的心！今日我死了，明日你们也会步入我的后尘，你们都不得好死！走，快点！轩辕宁，上辈子种的因，这辈子我还给你了。三皇子，那轩辕宁已处理，不过轩辕夫人并未求情，反倒乐于见到这一切。看来一开始他就并非真心帮助轩辕宁，难道他把我也利用进去了？但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处理掉死弟？轩辕夫人是何时加入轩辕世家的？7年前，轩辕大人高中状元后，便娶了上家嫡女，具体时间似乎就是这几日。7年前，难道是他？
去查查，7年前四皇子举办的开府宴上，都有谁来过？轩辕离，上学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一味顺从的主母了，这一切都是他算计的，是他故意害我们宁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女儿啊！闭嘴！宁儿的事，是你自己造的孽。若不是你算计南宫离，以我们如今的地位，又岂能攀附上皇家？早知今日，就该让宁儿听阿玄的，嫁个小官之子，安稳度日便好。我不过是借着巧合撒谎邀功，若让他们知晓真相，只会更加厌弃我。那可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女儿啊！我只是想让攀附权贵，让老爷您的仕途走得越来越好，光耀我们轩辕世家的门楣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能倚仗上家的权势，才有机会替宁儿报仇。我绝不会让上玄继续嚣张下去，还想我再去求他，看他的脸色，绝不可能。轩辕离，我们自小青梅竹马，徐家散尽家财供你读书，考上状元，我为了你甘愿做外室，只为了让你爬得更高。你答应过我，绝不会做那狼心狗肺的负心汉。你说过要让我当你的妻子的，可如今呢？你连我们的孩子都守不住。今天是宁儿，明天会不会就是我？现在你事事都倚仗上家，把上玄捧得高高在上。回头他要是知道那件事，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我说过，那件事绝不可再提。老爷，我们原以为宁儿攀上四皇子，便可以拿捏上玄，却没想到差点害了轩辕世家。如今想让上玄像从前那般听话，已绝无可能。与其一直防备，不如主动出击。不如借宁儿的事扳倒上家。你是说，你之前送给上校的那些东西？可是之前上轩不是借此教训过阿正，会不会已经暴露了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办法。上玄，你屡次陷害我，还毁我容貌，我定要你家破人亡，以消我心头之恨。母亲，妹妹死后，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那日您罚我，我也该向您坦白了。哦，你要跟我坦白什么？当初送给舅舅的玉佩，其实并不是出自儿子之手。儿子才艺不精，想借花献佛，所以撒下弥天大谎。母亲，请看，这枚玉确实另有玄机。之前那3枚加上这一个组合在一起，就是齐黑石大师的印章。齐大师的印章失传已久，京城人人想要，听闻最近连圣上都在打听。你舍得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你舅舅？实不相瞒，儿子之前以为这套是仿制品，便当做孩儿的作品送给舅舅，没想到被前来吊唁的好友认出了最后一枚，竟然真的是齐大师失传已久的作品。虽然辨不出真假，但很显然，轩辕世家这是准备用这些玉佩动手了。母亲，儿子惭愧，再过几日便是皇上的寿宴，只是轩辕家底微薄，眼前最好的寿礼便是这印章。如今宁儿的婚事惹了皇上不快，急需讨好皇宫内院，好保住儿子和父亲的仕途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拿回这些玉佩？送出去的东西还要要回去，这也太没礼数了吧！不，儿子不敢惹舅舅不快，便想着，不如咱们两家交换寿礼。交换寿礼？是，舅舅带着这4枚玉佩一起献给圣上，当做寿礼，而轩辕家则用舅舅准备的寿礼即可。这样，圣上大悦，
舅舅也可以帮轩辕世家美言几句，以免圣上因轩辕宁的事迁怒轩辕世家。若不是我重来一世，只怕也以为上家借此占了大便宜，好一个以退为进。我看可能只有这一枚是真迹，轩辕征不过是仗着将军府都是武将，分不清真假，又怕找人验证，提前将这好东西泄露，所以有恃无恐。原来如此，大哥最近确实准备了枚夜明珠要送给圣上，不过显然这枚印章更有价值。母亲英明，这样一来，轩辕世家与舅舅皆可受益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是。夫人，看来大小姐的死彻底让他们看清了谁才是轩辕世家当家做主的人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摇您在府里的地位了。只怕这寿宴和当初一样，是一场鸿门宴。不过，真正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。别喊，是我。殿下这是何意？礼单我看过了，轩辕夫人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陛下送赝品。殿下何出此言？齐大师印章不过是难寻，但并不代表我找不到。之所以难寻，是因为真迹一直在我手里，就连陛下都不知道。我可以把真迹给你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没想到轩辕征送来的最后一副也是赝品，不过若有真迹帮忙，此番谋划只会更加稳妥。好，我答应。三殿下，这个条件不行，我是有妇之夫。他若是有那日的弘志，抱歉，轩辕夫人，东西我会给你，我的条件是，你合理嫁给我。南宫红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难不成因为那个孩子总爱叫我娘亲，真准备让我做后娘？皇上驾到！众爱卿，平身。谢皇上。今日是朕的寿辰，不必拘礼。吉时已到，众爱卿依次献礼。上将军贺寿。陈上霄恭祝陛下福寿安康。特献上齐先生真迹，祝愿陛下朝堂清明，岁岁安康。竟是齐大师真迹，上将军果然大手笔，此等珍品世间罕见。好，不愧是上爱卿，此礼深得朕心。快呈上来。且慢，皇上，臣要告发上将军包藏祸心，此玉另有玄机。且慢，皇上，臣要告发上将军包藏祸心，此玉另有玄机。上兄，此事你作何解释？臣忠心耿耿，天地可见，这位大人无凭无据，仅凭一面之词便诬陷臣谋逆，望陛下明鉴。皇上，臣妇愿为兄长作证。兄长一心向国，忠心耿耿，绝无不敬之意。此次献礼也是为了博得皇上一笑，没想到却被小人勾陷。且不说你是何居心，这齐先生真迹失传已久，皇上都找不到的东西，上将军一介武夫是如何得到的？的确，仔细一看，这分明就是赝品。
他为何没有拿出我给的真迹？难道另有打算？这位大人，您口口声声说玉佩有假，不知可有证据？若无证据，便是诬陷忠良。都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若以文武之别判定真假，那么天下的武将不是都被一棍子打死？更何况，这4枚玉佩并非兄长所寻，而是……皇上，微臣可以作证。微臣要告发上家意图谋反，这玉佩不但不是真迹，还另有玄机，暗藏谋逆之。轩臻，你在胡说什么？皇上，上家暗地里一直怂恿轩辕家谋反，臣和父亲迫于权势不敢直言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悄悄收集证据。没想到上将军胆大包天，竟将此物献给皇上，臣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今日特来揭发。皇上，臣愿以性命担保，恳请皇上还轩辕家一个清白。薛元璋，你血口喷人！你是故意的，故意设圈套，勾陷我和大哥。原谅儿子今日不孝之举，但有国才有家，儿子誓死效忠皇上。你们都说这上家谋反另有玄机，这玄机何在啊？回禀皇上，这狱中玄机无非不是火烧水过，以臣之见，只需用水泼浸润，便知真相。上将军早已身居高位，看来早已图谋不轨。皇上，上玄元代表上家与轩辕世家打赌，若是狱中有谋反之意，上家愿辞官谢权，任凭皇上处置；若无谋反之意，若无此事，我轩辕征自愿辞官，终身不入仕途。好，朕倒要看看今天这出好戏谁才是赢家。且慢，父皇，此玉若真有玄机，恐有危险。终于可以踩着上家，让我的仕途更上一层楼。上玄、上萧，要怪就怪你们挡了我们的路。有字，这上面显现出字了。什么有字？有字，这上面显现出字了。不许一之高难，千秋万代江山永固，真是宝物啊！千秋万代，这竟是祝福之言。上将军果然忠心耿耿啊，此等巧思令人叹服。好，上将军这是给朕变了个戏法，博朕一笑，这真是朕见过最有趣的礼物了。怎么可能？那里面明明是谋逆言论呐！我和大哥早就换了这里的内容，轩辕征，你赌输了。皇上，臣妇有罪，这确实不是齐大师真迹。臣妇本想着先编个戏法，再呈上真迹，却不知怎的让各位误会了，竟以此攻击我们上家。好一个误会啊！皇上，臣也是听信了谗言，误会了上家，臣罪该万死。皇上恕罪。皇上，犬子年纪尚小，听风就是雨，犯下如此大错，臣愿代子受罚，还望陛下网开一面。朕记得爱卿刚才和轩辕夫人打了个赌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既然赌了，便要愿赌服输。轩辕征，你自愿辞官，终身不入仕途，朕准了。皇上，草民自知有错，不奢求原谅，但恳请皇上最后一次以臣子身份将贺礼献给皇上。准。轩辕征，你果然不打无准备的仗，想借着礼物博取同情，只可惜你太自作聪明了，如此更是加快了你的死期。这是何等宝物！一盏夜明珠，这是祥瑞之兆啊！我们上家给过去的只是普通的夜明珠，轩辕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弄成七彩之色，真是心机深沉。
只可惜这礼物的玄机不在于这夜明珠，而是……皇上，此乃臣寻遍天下所得，愿皇上如七彩祥光，福泽万民。快，呈上来看看。护驾，护驾呀！护驾，护驾呀！上轩，传太医！来人，将轩辕征打入大牢。皇上，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皇上，请皇上明察呀！这是阴谋啊！我们轩辕世家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的皇上。更何况，若犬子真有害人之心，在河里中动手脚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求皇上查明真凶，还犬子一个清白。你们前脚指责上家在鹤里中动手脚，现在事情落到自己身上，知道疼了是吧？若不是你娶了个好媳妇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站在这儿与朕说话？皇上，是他陷害我，这个礼品是上家准备的，陷害我。轩辕，你无耻至极！即便他不是你的生母，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都是为了狗了。轩辕征，你对朕不忠，对母不孝，如此德行，千里难容。传朕旨意，将轩辕征打入大牢，抄没家产，3日后斩首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求皇上网开一面，还犬子一个清白。皇上，臣妇若是死了，还请皇上满足臣妇最后一个心愿。好，朕允了。求皇上准许臣妇与轩辕灵和离，且是臣妇休了轩辕灵。上轩，你步步算计，竟连自己都要算计进去，你不要命了吗？你知道吗，三殿下，命苦的人都活得比较久，所以我不会死的。可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你没必要什么都自己搞。我不想牵连任何人，何况你我非亲非故，我怎会信你？我说过，从今往后，你没必要一个人扛，我会娶你。三皇子莫要说笑了，我如今虽成功合理，但已然是个声名狼藉、不能生育的女人，更是凭一己之力毁了夫家。只怕满京城都是我的流言蜚语，我这样的人实在是配不上殿下。可你答应过我，怎么拿了东西就想翻脸不认人了？不是，殿下，除了这个，殿下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，哪怕是你想要夺江山，上家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天下，上轩，我可不要什么天下，我没这么大的野心。我也不管你为什么针对轩辕家，你的那些谋略，你的那些小心思，我都可以帮你善后。上家做不到的，我能做到。说只是为了孩子，你也不必。为了孩子，上轩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会为他人妥协的人吗？此言差矣。三皇子为人坦荡，不欺不瞒，无非是你情我愿的事。三皇子，孩子尚且年幼无知，不懂世事，还请三皇子饶过他。若臣妇有心攀附，又怎会是轩辕世家的主母？三殿下，这个条件不行。我是有妇之夫，都
都说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若以文武之别判断真假，那么天下的武将不是都被一棍子打死？求皇上允准臣妇与轩辕灵和离。尚玄，我可不是旁人眼里的善良之辈。曾经，我为了求取解药，逼他人就范，还在宫外产下义子。现在，全京城上下，谁不嫌弃我，谁不在外面议论我？如此看来，我们真是天生一对。殿下身份尊贵，这些事只是……我说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要的就是你，不管你能否生育，不管你是谁的妻子，名声如何，我要的只是你做我的妻子。三殿下，好好养伤，我会去求取圣旨。殿下，查到了，轩辕莲曾去过四皇子的开府宴。难道那晚真的是他？三哥，你是来杀我的吧？成王败寇，一条丧家之犬，杀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南宫红，真不愧是你。若不是我的血脉肮脏，在这个大牢里的人是谁还不一定。哦，7年前你在开府宴给我下药，那晚上的女人是谁？就是个美妾罢了，生了孩子就死了。你又何必再问？你处心积虑的给我下药，又费尽心思的把孩子送到我身边。一个已经死了的美妾，怎么可能成为你拿捏我的把柄？三哥，这你可就冤枉我了。冤枉？我已经知道，那时轩辕林去过你府邸了。可那天是他的大婚之日，他怎么可能会在那儿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了。去，把我的东西都带走。是。尚雪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害得我家破人亡。轩辕林，害人终害己，我不过是把你们给我的还回去而已。尚玄，我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两个孩子虽不是亲子，但孝敬你，尊敬你。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怎么狠得下心？贱人，你把真儿还回来！还敢对我动手？你们轩辕家是不要命了吗？轩辕林，还在说什么情分？你想让我对你和徐璐的孩子能有什么情分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听我解释。你以为你隐瞒的很好吗？区区一个奴才，掌握着家里的财权，管教着两个孩子，甚至贴身服侍你，靠着这张娇嫩的脸，让我的夫君金屋藏娇，宠妾灭妻，真是好大的本事！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
在你们亲手杀死我的时候，尚玄，我没有想要杀你，我只是想让两个孩子过得更好。是你不依不饶，是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是他们自己害死了自己。轩辕，你死于贪心，他若不贪图不属于他的姻缘，怎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我教他管家，给过他机会，可他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，甚至不惜残害那些婆子们的生计。至于轩辕征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害人者人恒害之，在你们算计我算计上家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吗？现在看到轩辕家被毁了，你开心了？你以为你能拿到什么好名声吗？我不需要名声，我就要你和轩辕离，我要毁掉你们重视的一切。你疯了！轩辕离想做高家主母，那就要担得起高门的风险。轩辕征想一步登天，位极人臣，那就要有输得起赌局的代价。至于你，轩辕离，你一辈子都想改变你的出身，想光耀轩辕家的门楣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这家如何支离破碎。家不是家，妻不是妻，我要让你最真实的一切都变成一场空。这个毒妇，我杀了你！怎么会有安慰？难道是三皇子？轩辕大人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轩辕世家如今风雨飘摇，后继无人，要是连你也出了事，轩辕世家可就真的绝后了。依我看，不如你趁机娶了徐璐，也正好圆了你们多年的深情，给自己再留个后。你这个贱人！夫君，差点忘了，我今天来不仅要带走我的嫁妆和贴身之物，还要带走那个孩子的尸骨。我尚玄的孩子，生是上家的人，死是上家的鬼。不能带走，不能带走，那是我轩辕家的孩子，那是我的东西，还给我！这是我怀胎10月生下的孩子，我不会让他留在这么肮脏的地方。这块玉佩不是在大婚之夜就丢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小姐，这里面没有少爷的骨灰。怎么回事？轩辕离，骨灰呢？我孩子呢？尚玄，原来你也有着急的事。